大家好，人类自身是一种很好玩的动物的存在，因为我们看别人总能够明明白白的、通通透透的。然而呢，反过来，当我们自己看自己的时候，就偶尔会犯昏了，甚至大部分的时间里面都是一个硕大的问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要求别人的标准，通常都跟要求我们自己的标准是不太一样的，甚至于完全不一样也是有可能的。这就容易造成了不少的笑话。例如说，有的父母要求自己的孩子要考上清华北大，要考上哈佛牛津，然而他们自己呢，却只有中专的文凭、搬砖的生活而已。所以要求别人的时候都是高标准、严要求的，而要求自己的时候都是没条件、瞎凑合的。同一个道理的是，100%的黑粉们都会嫌弃赵丽颖、王一博是低学历、酒漏鱼等等等等的污名，结果呢，自己一年到头甚至10年的收入都没有人家一天赚得多。这种的诡异奇特的鄙视，真是让更多的人都看得醉了。原因很简单，都是因为自己看不清自己所惹出来的笑话而已。有意思的是，像王一博这样的小聪明满满的顶流的艺人，偶然之间也会有看不清自己的时候，而接下来所闹出的各种的笑话，居然照样会把自己笑得个前仰后合，尴尬的不亦乐乎了。更加有意思的是，你想不到的是，尴尬归尴尬，牛逼的这个王一博一转眼还是能够通过不凡的实力反转了整个的效果，让别人家傻眼一把。这就是不平凡的人给平凡的人生上的一堂趣味度满满的生活课、趣味课了。如果您一路都在关注能量达人赵丽颖和王一博的话，您或许更加的期待他们能够开开心心的把握机会，奇妙的再续佳话，成功的野蛮得奖。那么热爱阳光和正能量的您，千万别忘了继续的点赞、鼓励、支持和示爱，并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因为爱和陪伴永远都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份坚持和一个行动。众所周知，风起洛阳马上就要起风了。早在发布预告片的时候，就已经吸引了无数的眼球的注意了。再一看，作品拍摄的质感非常的强烈，是一部古装类型的悬疑案件类作品。于是乎，粉丝之间的宣传力度击鼓传花般的秒间的炸开了，而片方和播出平台也相当的努力。甚至有网友们发现，在广州的某建筑大屏上都能够看到风起洛阳的定档的消息了。通常而言，以往这种大规模的宣传都只是用在品牌代言的广告上，但这回作品的宣传居然能够用上了如此硬核的地广的方式，真的是相当的少见。如此大规模、大力度、大手笔的宣传手段，足以看得出片方对于作品的信心爆到了极致了。这部风起洛阳的发布会同样大阵仗、大规模，而且还爆出了大笑话。这笑话倒不是搞出乌龙类的冷场的笑话，而是炒爆热点的笑话。而且笑话的主角还是男主王一博自己整出来的。有意思的是，一前一后，他的收场充满了趣味点和机智度，让这一整场发布会成为了王一博抖包袱、收包袱的大型的专场了。想必很多人对王一博的了解都是摩托啊、跳舞啊、运动啊、魔术啊等等等等这些的关键字，而且但凡他所酷爱的东西，他都会表现出了相当的执着和坚持，让人佩服不已。然而呢，您想不到的是，甚至连他自己都想不到的是，他还和2个字紧紧的联系在了一块儿了。话说风起洛阳发布会上的这个王一博，
从一开始就把整个的现场的气氛给彻底的带偏了。整个神都小分队的3个人当中，黄轩、王一博、宋茜本来是全场的焦点所在，结果呢，呆萌小王子王一博一上来就莫名其妙的成为了全场最活跃、笑点提供最多的人了，而且带头尬笑的还是他自己。人们常说笑是容易传染的，果然没错。在发布会的现场当中，黄轩、宋茜、王一博这3位担纲主创亮相之后，看着剧组方所提供的个人的花絮、片花集锦之后，集体都笑到前仰后合，停不下来了。而且笑点都是王一博自己包圆了。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发布会的现场当中，主持人提到了一个貌似极其简单的问题，也就是说，3个主创当中，您猜谁最多动呢？于是乎，呆萌的这个王一博一本正经的举起了宋茜的牌子，因为剧里剧外都是高智商化身的他，发现特别能来事的这个宋茜真的是特别来事。结果呢，事实胜于雄辩，在剧组方所提供的花絮视频铁证面前，放的都是王一博他自己，这让他的本尊大吃一惊了。王一博于是乎戏精上身，狐疑上面，眼睛溜圆，一副震惊一场完全不可能的呆萌的表现表达了出来。花絮视频当中的这个王一博可算是各式各样的小动作，动作频频，嘴巴也没闲着，不时的补刀。比如说帘子上的吊坠，他没事就搂来搂去，更别提他身上的那些小配件了，也是搂个没完，随手就能够甩上半天，玩个不停。比如说现场只要出现了一条小河的话，这个王一博肯定不会闲着的，肯定会加入大量打水漂的场景出来的，而且还是一次比一次打得少的那一种。偷拍的人也不敢直说，结果呢，镜头面前的他还自己一个劲儿的发着小牢骚，生气的模样依旧是呆萌的可以。比如说闲不住的他，现场对戏的时候也没有安分过，他站着的时候就像脚底下安了滑轮一样，滑过来滑过去，动感十足。话说王一博本身就是一个武艺傍身的武痴，自自然然的脚底下是停不下来的，时间管理达人，时间都在点点滴滴的利用当中了。而且王一博不仅脚底下没闲着，手里面也没消停过。我之前就已经聊过了，一个勺子都能够让他琢磨半天，呆萌的很要命。随手拎起一把道具都能够让他把玩半天，要么干脆啃两下自己的手指头也行，也是不经意的一种下意识的动作了。总之停不下来的他，停下来他就会感觉哪里就不对劲儿了。因此当他感觉宋茜特别来事儿的时候，完全就没有留意到他自己其实就已经深深的陷入到了那些来事的网罗当中去了。因此当王一博看到这些铁证如山的视频之后，自己立马一脸呆萌的笑崩笑叉了，笑了个不停了。于是乎主持人趁热打铁的直接问他，解释一下吧，是不是自己挺多动的呢？这个呆萌王子只能无奈的解释道，我自己现场真没觉得，可能就是随手下意识的反应而已。这种自我打脸的尴尬真的是现场洗刷刷的了。王一博自己不仅被自己的花絮笑到快岔气的节奏了，自己也顺带认领了多动少年的极尬的名号了。
在这场针对性极强的发布会当中，王一博的高冷算是彻底丢光了。起初那个努力憋笑的他，一直笑到无法自拔的神状态了。这也是让所有的铁粉们开了眼了，实属极品的大瓜了。其实王一博的多动早就有迹可循了，只是他自己从来就没有发现过而已。这次众目睽睽之下，面对着片场实锤的花絮，王一博也是无力去辩解了，只能通过自嘲和尬笑化解了一切的舆情了。话说王一博向来都是一个擅长于控制情绪的年轻人，这次被多动的铁证给反反复复的破防了。其实一是由于他压根儿就想不到自己的舆情会被人搬上了屏幕了，二是因为他和其他的两个人已经非常的熟络了，相当的放松了，所以猝不及防之下也无力去组织抵抗和有效的攻防了。整个的发布会的现场气氛都是超级的和谐的，大家伙的欢声笑语几乎都停不下来了。而且有趣的是，这三个人总能够做到不约而同的那种大笑不止，默契度超高。通过镜头可以看得出来，王一博对着黄轩整个人都很放松，回答问题的时候也总是呆萌的看着他，时不时的加点傻笑什么的，趣味度拉得很满。风起洛阳这次的发布会重点其实也是在推广洛阳的文化，所以台下的洛阳亲戚们都来了，让这个王一博一开始明显的还有些拘谨。结果呢，自我打脸成功之后，王一博也是彻底的释放了，笑自己也是笑到了不亦乐乎了起来。这场景完全没法脑补。这个采访当中，主持人还同时问道，王一博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的呢？结果这个呆萌的王一博这回就不呆萌了，他准确的分析了百里弘毅这个角色是个完美的技术流。话说剧中的这个百里弘毅是工部尚书家的二公子，打小就天赋异禀，外加心灵手巧，玩鲁班锁更是不在话下，加上智商的担当，一通百通。王一博说百里弘毅的思维很聪明，能够很快的架构起来一个 3D 立体的图像出来，这话概括的相当的立体而形象。更加厉害的是，现场当中这个王一博在面对工作人员所提供的鲁班模型的时候，仅仅用了几秒钟的时间就轻轻松松的给解开了。这还没完，这个王一博似乎百里弘毅上身了，当场就傲娇的说，其实只要解开一个，其他的就能开了。这很简单的，这种傲娇可谓相当的自信和霸气。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有对比就有伤害了。旁边的黄轩已经是一脸吃惊讶异的表情了，而另外一边旁边的宋茜也是摆弄了半天才勉勉强强的解开了。于是乎主持人也是不客气，一听王一博这么自信和傲娇，直接就来了一个更高难度的要求了，让他把解开的都拼接起来。结果呢，戏精上身的这个王一博果然二话未说，直接就开始了倒饬起来了，1分多钟的时间就完美的拼接回来了。面不改色的这个王一博依旧傲娇的模样，让整个的发布会都仿佛成为了自己的主场似的。不得不说，这个心灵手巧的酷盖果然不是盖的，他用过人的实力反转了一整场的效果，也只有是他才做得到，而且这回真的是做得很出彩，很酷盖。说到这儿，您喜欢这个话少活多的酷盖吗？这回他实力的解锁了自己多动的一面和搞笑的场景出来，
也算是完全放下了高冷的包袱了。如果您非常开心的看到她多元的一面，不妨大力的在评论区当中打入2个字的短评，也就是刚才所提到的多动这2个趣味度拉满的好玩的字眼。王炸弟弟王一博无所畏惧地解锁了自己好玩的秘密的一面。王炸姐姐赵丽颖成功的小秘密，你也有必要去了解一下的，毕竟相当有借鉴的意义。话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很多爱美的女孩子家，为了变亮变美，都纷纷的走上了很多的不归路了。悲催的是，东施效颦的话，浪费金钱之余，也会浪费了自己原本就不差的原生态了。在众多时尚的改变当中，最实用、最快捷的，其实就是改变自己的眉毛了，而且通常起到了立竿见影、画龙点睛的效果。只是很多人在选择自己眉形的时候都会迷茫，只会简简单单的套用别人家的各种的眉形。其实对于亚洲女性来说，西方的眉形能免则免，自然的眉形搭配自己最是安全。娱乐圈当中，赵丽颖的眉形改造的就是特别成功的案例之一了。她的成功的眉形不仅很好的配套了她的小圆脸，更让她的标志性的笑容锦上添花了，灵气逼人了。话说眉形的选择有一个3不要的3部曲法则，完美的应用到了赵丽颖的整个眉形的改造的过程当中去了。第一，就是不要厚重。对于东方的女性而言，妩媚与娇柔是相得益彰的，太过浓厚的眉毛只会让人看着像是蜡笔小新的翻版一样。这种形同毛毛虫一般的眉毛非常的抢戏，大煞风景。这么样的一个眉形会让原本天生丽质的颜值立马就变得土气万分起来了。想要规避这一点，就不能用颜色太深的眉笔了，而且选择眉笔颜色的时候，尽量要去选择与自己头发相近的颜色最稳妥，颜色再浅一些的话就对了。跟着呢，再用上少许的眉粉，淡淡的扫在自己的眉毛上，这样的话就能最大限度的避免眉毛变成了蜡笔小新的那一种了。第二，就是不要短小。亚洲人的脸型很多并非小巧与精致，更多的都是大气与舒放，所以切忌搭配那种太过短小的眉形。短小的眉毛只会粗化出日本女人的味道出来了。这种的眉毛驾驭不好，就会让女人的五官变得十分的诡异起来了。未免尴尬，正常就好。所以在眉形的选择上，尽量的要用上一些延展性就对了，这样就能够让自己的眉毛加分到五官的比重当中去了，不会显得存在感缺失了。赵丽颖的眉形从最初的粗糙原生到现在的时尚耐看，走的就是这么一条使用率很高的经典时尚的眉形曲线。第三，就是不要平整。现在很多手残党们在选择眉形的时候，只会挑选那种一笔到底的扁平的眉毛，或者说倚靠画眉神器的那一种。平整的眉毛通常缺乏立体感，因此也最终逃不过土里土气的视觉的果效了。所以加上一些弧线，就能够让多元视角的形象增加了更多的妖眉的元素出来了。这种的弧度更能够带出一种欲语还休的优雅的效果出来。赵丽颖的眉梢就是这种自然流露、立体可现的美感，婉约肆意，娇态动人，让她在不少的剧情当中不用说话，举手投足、挑眉灵动之间，
就能够散发出完全不同凡响的那种味道出来了。此外，通过不少赵丽颖的时尚的大片或者说剧情的剧照当中，我们都能够发现得出来，她为了搭配自己的眉形也很有心得了。她很懂得发型的处理，甚少会用到那种厚重的刘海去搭配自己的，有时候淡淡的刘海让她的眉毛显得格外的突出，犹如玉扇的流苏一般。而且赵丽颖的刘海通常也不会太长，丰富的发际线甚至让她有时直接省略掉了刘海的装饰了，直接的露出了自己的额头了，眉形如弯月，光彩照人间。在赵丽颖的脸上，甚至依稀还有抹不去的学生饭的味道，您发现了没有？如果您感觉我对赵丽颖的招财进宝的眉形的描述深以为然的话，不妨大力的在评论区当中打入美眉好美这4个字。因为赵丽颖的美丽就是一种岁月的演进，是一种成熟的成长，而成功就是这么一种经年累月的一点一滴的摸索当中慢慢成型的。赵丽颖的美没有一蹴而就，而是一种璞玉的雕琢和芳华的绽放，你说对不？最后，您无论是喜爱赵丽颖还是喜欢王一博，或者衷心的祝愿云粉夫妇红炸 CP 依然能够命格重聚，野蛮拿奖，都特别的欢迎您大声的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或者喝个彩，因为您的所有的爱心、鼓励和支持，既是给出去的无形的能量，同时也是接过来的无形的能量。这些无形的能量可以汇集成为流动的长河，成为了浇灌天地人间的最大的能量场了。这种能量场川流不息，从地上到天上，从天上到人间，可以点亮整个的黑夜，可以带来更多的希望，更能够让施比受更加的有福。赵丽颖、王一博都是活水流动的能量的输出体，您也是，您的爱和祝福更是汇集成江河的每日的小溪流。所以爱就请全心的爱到底，说就请大声的说出来。同样的，我也热烈的欢迎您继续的点赞、鼓励、订阅、转发和支持本频道，因为这里面有爱、有光，也有盐。多谢您的一路的陪伴和宝贵的时间。